你是一个悲催的程序员，此刻你正盯着一个悲催的内部文档，敲着一份更加悲催的程序。不出所料，很快你就遇到了问题。你问了问大模型，结果他从来没见过你这份文档，于是他就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回答的头头是道，却跟你的问题没有半毛钱关系。人们把这种情况就叫做大模型的幻觉，但你是个聪明的程序员，于是很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把文档和问题一起发给模型。这次 AI 就给出了正确的回答，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很快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你的文档变得越来越大，而答案可能只藏在文档的一小段话里，甚至是零散的只言片语。AI 看到整份文档反而找不到重点，总之信息一多，模型也容易跑偏。聪明的你马上就想到，那我能不能不把整个文档都发过去，而只发那些和问题真正相关的部分呢？当然可以了，这个就是 RAG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想要解决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怎么判断一段文字和用户的问题有没有关系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模型，叫做 Embedding 模型。Embedding 模型的输入也是一段文字，但和大语言模型不同，它的输出是一个固定长度的数组。比如说 OpenAI 的 Text Embedding 3 Small 模型输出的就是一个1536位的数组，而 Text Embedding 3 Large 模型输出的是3072位的数组。这个时候，无论你输入的是一整句话还是一整段话，模型输出的数组长度都是固定的。你可以把这个数组理解成对原始内容的有损压缩，信息被浓缩了，但是意思却还在。相似的内容压缩出来的结果也会离得很近，所以我们就能通过这些数组之间的距离来判断两段文字是否相关。为了方便说明，我们来画一个为数和数组长度一样的坐标系。老王好像不会画1536位的坐标系。好，那么假设我们用了一个特别矬的 Embedding 模型，输出的数组只包含了2个数字，于是我们就能画出一个2维的坐标系了。每段文字就在这个坐标系里面占了一个点，而 Embedding 模型会尽量让意思越接近的文字落点也就越靠近。比如说老王爱吃瓜和老王喜欢吃瓜意思差不多，那么它们的位置就会离得特别的近。我也爱 Python 这种就会稍微远一点，而刚买的飞机被打了就会坠落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当然了，2维坐标系其实根本没办法准确表示所有的距离关系，这张图很快就会被各种句子塞得满满当当的，完全没法用。所以在现实中 Embedding 模型真正的向量空间是1000多维甚至是3000多维的坐标系，在这么高维的空间里面，句子之间的距离关系就能表达得更加准确。有了这个向量空间，接下来假如用户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老王爱吃什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同一个 Embedding 模型处理一下，它也会被映射成坐标系中的一个点。Embedding 模型会让老王爱吃什么这样的问题贴近像老王爱吃瓜、老王喜欢吃瓜这样的语义片段，于是程序就可以计算每个已有点和这个问题点之间的距离了，然后筛选出距离最近的那几段文字当做上下文和用户的问题一起发给 AI 模型。这样 AI 模型看到的就全是和问题强相关的内容了，产生幻觉的风险也就小了很多。这个架构就是 RAG。 我们再回到之前的老问题，文档太长了怎么办？我们可以在用户提问之前先把这个文档处理一遍。要怎么处理呢？第一步，把整个文档切成很多的小片段。切片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按字数来切，按段落来切，按句子来切，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切法。这个过程有一个专有名词，听上去非常高级，叫做 chunking， 其实就是切块的意思。chunking 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对每一小段文字都做 embedding， 把它们变成长度一致的数组，或者专业一点叫做向量。但光有这些向量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把每个向量和原始文本片段的对应关系保存起来。一般来说，保存数据我们会用数据库，但数据库擅长的是根据明确的数值来查找记录，并且这些数值也并不是向量。但现在我们想查的并不是等于多少这种精确值，而是哪个向量离我们的问题对应的向量最近，这就不是传统数据库可以干的事情了。于是就有了一个专门为这类场景设计的东西，叫做向量数据库。向量数据库里面每一条数据都可以有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向量，
查询的时候，我们输入一个向量，数据库就会找到和输入的向量距离最近的那几条数据。这种特性正好适合我们用来存储 embedding 的结果。常见的向量数据库有 Pinecone、ChromaDB， 还有 PostgreSQL 配合 pgvector 插件这类组合方式等等等等。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文档的切片、编码和存储的工作。所有的片段和它们对应的 embedding 已经准备好，等待被检索了。当用户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先用同样的 embedding 模型把问题也转化成向量，然后再从向量数据库里面挑出距离最近的几段内容，再把它们和用户问题一起发给 AI 模型。一个完整的 RAG 架构到这里就拼好了。但是 RAG 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架构，它有一些先天的缺陷。首先是文章应该怎么分块的问题，因为每篇文章的结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无论你是按照句子、按段落，还是用更复杂的分块算法，当文章复杂了都没有办法适配所有的场景。文章里面有一些关键内容有时候会刚好被截断，比如说我是程序员老王，我爱吃瓜，在这里后面的我其实指的是老王，但是如果这段话被拆成两部分，那么后面的我也就失去了和老王的指代关系。这个时候如果有女生问老王喜欢吃什么，那这个问题和我爱吃瓜之间的向量距离就可能变远。再复杂的分块策略也只能尽量减少这种误伤，没有办法彻底的避免。第二个问题是 RAG 缺乏一个全局的视角，比如用户问这篇文章里面一共出现了多少个我字，这个问题其实和文章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有关系，但是又都不够相关。这种没有哪句特别相关，但整体都沾点边的问题， RAG 基本上是处理不了的。为了弥补这些缺陷，现在也出现了很多改进的方案，比如在预处理的时候把我统一都换成老王，或者干脆就让大模型参与到分块的过程，根据语义自动判断应该在哪里断，应该怎么切。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哪个方案是真正的十全十美的，新的想法还在不断的涌现中，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不过说到底 RAG 就是这么一种结构，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妥协，在大模型上下文有限的情况下面，我们用这种方式尽量让模型的回答别太离谱。它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也确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也一直在等那个真正意义上突破了妥协的下一代架构。RAG 本质上是一种压缩，文档太长了，我们就把它切块，做筛选，建索引，把重要的留下，不重要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丢掉了。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每天我们面对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事情，也就慢慢学会了分类和取舍。这个要紧，那个可以晚一点，这个需要记住，而那些事情也许就可以忘记了。我们以为这是成熟，是清醒，但有的时候东西切得太碎，也难免会失去上下文，误解了原意。一些原本重要的东西也许就失去了链接，比如说那个老同桌，或者那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哈哈哈的死党。不是他们变得不重要了，只是我们各自生活的向量坐标越来越远了。前几天我偶然翻到一张以前一起打游戏的截图，我盯着他们看了好久，突然间发现那个时候他的 DPS 是真的低呀。这里是程序员老王，我们下期再见。